好了，苹果终于承认这个 iPhone 15 Pro 系列发热的问题，所以证明并非空穴来风。但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讲的一样，软体更新就有解呢？嘿，大家好，苹果爹。那关于 iPhone 15 Pro 系列发热的问题，经过非常多人上手实测啊，还有各国媒体的大肆报道之后呢，苹果终于在上个周末，他们回答 CNET 的时候，终于承认说，对他们知道这次 iPhone 15 Pro 有发热的问题，而且他们有找出几个可能发生的原因，而且会针对这些推出软体更新来做出解决。苹果针对 CNET 回答这篇的报道链接，我也放在下方，大家可以再自己去细看。那首先呢，里面这边我们细分成几个点。那苹果讲的是软体的问题，那他们说软体大致上几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 iOS 17本身有一个 bug， 那他们有找到说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效能在背景运行，这点呢也会在新的 iOS 17更新之中解决。那下一个呢，他们说的是第三方软体 apps 的问题，他们有提到嘛，像是 Instagram 啊什么，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会造成莫名的发热，那他们也有跟这一些开发者跟这些厂商一起来合作，找到问题在哪里，那再也会推出更新解决。那同时他们也强调说，这次钛合金的这个机身结构跟这个材质并不是造成发热的原因。好，那这个以上是他们的说法，我们就先把它讲出来。那我们也可以去细去看里面的细节，还有针对我们先前测试或是大家观众提到的一些的问题后，那我们非常简单，就针对问题用逻辑来判断跟分析来回答，那应该就非常清楚到底哪个东西是有解，哪一些东西是无解。那过去这个周末我们也一直在测试啊，不同 iOS 版本不同的机型，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些发热的起因。那我们在 IG 上面有非常多观众帮我们做测试、做投票啊，那慢慢排除掉一些比较少人碰到，我们就先针对大家都比较会碰到一些大问题来做测试，那也得到蛮好的结果。那在刚刚我也在 IG 也开启一个群组，就是让这次所有买 iPhone 15系列的人，他们有碰到问题或想要来进来讨论啊，想要来进来帮忙测试，都可以一起加入这个群组。那这个链接我也放在下方。那首先来说，有人一开始在讲说这次发热到底是不是台积电的问题？那当然一开始没有上手前都很难说，但是上手实际测试之后发现这一次的高效能就是用拉高功耗来跑出来的嘛。那我们先说啊，台积电是代工，苹果是设计。那我们已知啊 A17 Pro 要拉高这样的功耗，到已经接近电脑等级在用的 M1 处理器的程度，发热程度想必这个苹果也是可以先预知的。那这种状况下，我们要想在一个那么小的机身上面放入这种接近 M1 功耗等级的处理器，那它会碰到发热，提早降频也是很合理。这种时候问题就剩下那到底在苹果已知这个情况下，他们在散热设计做了多少的加强？是不是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但是就是无解，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那到现在这一刻，大家都已经看到非常多的猜忌已经出炉了。大家都可以看到，在这次 A17 Pro 功耗增加的这个前提下它里面的散热设计竟然跟前代比起来没有进步，所以你已经换上一颗比较高功耗、比较会发热的处理器，但在散热设计上面既然有点不比前一代，那这个会碰到过热，好像也是可以预知的问题。所以简单的逻辑，我们就可以说，先天这颗处理器是不是更耗能、更会发热？这个应该是在量产前就已经预先知道的。那在后天的部分，在这次主机板它的背板有没有在散热这个部分去做加强？也没有，那这点也是确定的。那以这样的逻辑看起来，好像这个不太能怪到台积电身上嘛，因为我们讲回来，就是客户提什么样的设计出来给他们，他们就是代工量产出来交货给客户。那客户要把这颗这个接近笔电功耗的处理器放在笔电身上，放在 iPad 身上，或是放在小小的 iPhone 身上，那之后要不要针对这一点，这个功耗去加强它散热的设计，这个好像也不是台积电可以做决定。所以如果我们讲的硬体这一点的话啦，你的用途就是高功耗的这个前提之下，一样的逻辑啊，这种高功耗得到这样的高发热，这样的交换就是既定的。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透过软体更新去做解决，而且是在不降频的情况下？那基本上是没有，那因为它就是要这样的能量去转换出这样的效能嘛，这个没有什么好讲，这是既定。那可能这一颗处理器到时候放在 M3 或是什么 iPad 上面，很好的散热会得到更高的功效，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的用途就在这支 iPhone 上面长期跑这些高功耗效能的东西的话，那依上述的逻辑，大家应该就很清楚，这个发热的问题是不会解决。那苹果到底这个软体更新会不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解决一些问题呢？答案是会，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一般使用者来说，我们最在意的点并不是在跑高功耗的时候发热，因为一般人很少去跑那种东西。我们在意的点是平常在待机的时候，或者是你滑 Line 的时候，回讯息，看看影片，上网，那甚至是你外出要拍照的时候，它都开始在发热。那可能相机录影没有多久就开始烫手，我觉得这些问题是一般使用者比较不能接受的。这些部分有没有可能透过软体更新去解决？我觉得是有，但里面有一些细项我们要去拆开来讲，因为跟我们最近实测测到的结果也有一些关系。那首先苹果说第三方软体的问题，像是 IG
剧啊，或是一些 game 会造成发热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就不是苹果的锅啦，本来就不是嘛，因为每一代在新的 iOS 推出或新的手机推出的时候，会有一些 App 它还没有针对这个新的 iOS 或手机去进行优化的情况下，那本来一开始使用就比较不稳定，不管是不是会造成发热或比较容易宕机啊，或者你在里面使用一些功能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 App 相容性有没有进行优化的这个问题，跟苹果本身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这些我们从来也不担心，我也觉得说只要 App 更新之后，软体优化之后就可以解决。那另外一点分开来讲，就是苹果说 iOS 17本身的一个 bug， 那我觉得这个 bug 就是说，平常没有什么在用的时候，它都会在背景消耗很多的能量。那这边也能解释说，为什么很多人在待机的时候觉得说，为什么手机就是温温的？那这个温温的其实并不是温温的还好就没有问题哦，因为如果你平常待机没有用的时候就是温温的，那你在开始用的时候，用一些 App 啊，或者玩游戏啊，或者开始拍照的时候，这些所需求的效能开始向上堆叠的时候，那它就是从这温温的温度开始向上升，所以会造成很多人说啊，在户外使用要开始拍照的时候，手机马上开始荧幕就降亮度，开始过热，那这边就能解释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起始的温度就比较高嘛。那其实在上个周末我们有针对这一点去做测试，但是后来苹果有发表出这个消息说他们会进行更新之后呢，我们也再把其中一台机器更新到 17.1 来做测试比对，所以先前拍的影片也不是说就没有用了啦，至少我们有先前测试到的数据可以来做比对。那我先说，目前我们在测试的这个 iOS 17.1 的 beta 版在一般运行甚至待机的时候都非常有感的，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或许就是苹果有找到这个 iOS 17的 bug 并进行了解决。但是呢，这个相机发热的问题我们在比对，不管是使用 iOS 17.0.2 的15 Pro Max 跟15 Plus， 或者使用 iOS 17.1 的15 Pro Max， 这样比对测试，同样在室温26度的情况下，只开启相机的 App， 然后荧幕亮度都调整一样，然后所有的手机都开启飞行模式，就是为了让它没有任何资料在传输。那在开启相机的 App 之后呢，我们不进行任何的拍摄，也不进行任何的录影。那同时我们也设定荧幕不会自动睡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启15分钟之后呢，我们手上的 iPhone 15 Pro Max 即使更新到 17.1 之后，它的温度从机身本身测到的27度上升到了43度，而 iPhone 15 Plus 它机身温度从本身26度上升到了38.4度。那这样的测试我们反复测了非常多次，前后有点温差，因为我们可能等它降温的这个时间有点不太一样但不管测了几次，我们每一次在 iPhone 15 Pro Max 上面它的机身上升的温度都是最快而且最高的，而且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那这点同样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那天在户外进行相机测试的时候 ，iPhone 15 Pro Max 对比15 Plus 会是首先热档的那一支。那所以前面讲非常多好消息啊，就 17.1 会解决问题啊，软体更新会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一点的坏消息，就我们在 17.1 的这个 beta 版上面，相机的问题好像还没有得到解决。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一样在我们群组也有在请大家做一些测试啦。那我们就希望收集更多的数据，因为如果这样的问题是可以重复去被测试出来并复制的话，代表这个问题大家都会碰到，就不是单纯少数机王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这些数据集结起来之后提交给苹果，那我相信他们也会针对这一点放更多的资源去解决它。那毕竟大家都是真的有买手机的人嘛，有买来要使用它，我们都希望能得到更好的体验。那除了说它有过热的问题之外，我们也一起进行帮忙测试，希望可以解决问题。那我相信这个群组其实对这些问题是会有帮助的啦。好啦，那所以大家觉得手上的 iPhone 15 Pro 系列可能有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回报或者参与测试的话，我们把群组的连结放在下方。那这样的数据，我觉得不管是对现有的人，或者对未来可能也想买的人、想再观望的人，看到我们这样测试的结果，或者说回报出去之后，苹果都快可以进行解决的话，那我觉得也会增加大家一些购买的信心。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理性讨论。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